OK， 今次我哋開箱嘅小米 Poco F7 就好有可能再刷新咗性價比手機嘅標杆嘅。咁今次喺我哋衡量佢嘅性價比之前，咁我哋整體咁全面睇下佢嘅外觀設計啦、硬件、相機實拍效果啦、實際打機出嚟嘅表現、螢幕顯示啦，仲有電池續航力嘅。咁今次 Poco F7 嘅國際版或者香港買到嘅版本喺顏色上面有3個選擇，咁佢就有我手上嘅白色，另外有黑色都係比較經典或者低調嘅設計，另外再額外有一隻係比較獨特或者機械感比較強。反而最大嘅重點，今次喺螢幕尺寸上面係提升咗去 6.83 寸，咁過往嘅小米手機都停留咗喺 6.67 或者 6.73 寸都好幾年，咁今次佢好明顯嘅，咁成個螢幕係再大咗一個圈，同埋佢嘅正面螢幕面板都係擁有比較窄嘅邊框，其實就係極之窄嘅邊框，我哋直接放喺 iPhone 16 Pro Max 隔離，好接近啦佢哋嘅邊框粗幼度，佢哋嘅螢幕尺寸比例或者去到4邊嘅圓角嘅設計，都係比想象中再似一啲。咁除咗小米今次 Poco F7 嘅前置鏡頭係一個圓形比較細嘅開孔之外，其實呢個螢幕尺寸同埋螢幕嘅比例係比想象中再近一個 iPhone Pro Max 嘅嗰個體驗。而佢係可以做到大螢幕窄邊框，同時間4邊嘅螢幕邊框嘅粗幼度係幾乎做到完全一致。喺我嘅肉眼實際好仔細咁研究之下，咁喺佢嘅底螢幕邊框，唔知有冇機會係心理因素影響？目測佢係稍微比起左右上嘅邊框，稍微真係再闊咗好輕微嘅微小嘅程度，基本上就係一個好對稱嘅螢幕面板。而實際上喺機身嘅用料都係正面嘅玻璃面板，同埋機背嘅玻璃面板都係用咗一個唔係而家最新最頂級，但係都係喺呢個價位嘅手機相對比較罕見嘅 Gorilla Glass 7i 嘅等級。螢幕本身亦都除咗係佢 6.83 寸大嘅尺寸之外，佢嘅最高光亮度喺局部嘅峰值亮度可以去到3200 nits， 全螢幕嘅最高光亮度都去到1700 nits， 其實都係旗艦機嘅效果。解像度方面，佢係去到1280×2772，一塊 1.5K 嘅螢幕，120Hz 嘅高刷新率 Dolby Vision 同埋 HDR10 Plus 嘅 HDR 格式顯示都係完全完整嘅。咁今次小米係真係一個犯規嘅程度，咁佢係其實有一個旗艦機嘅體驗。顏色顯示亦都係直接跟上咗小米自家嘅旗艦機68 billion color 嘅顏色，即係680億嘅顏色顯示。仲有雙喇叭佢都係有嘅。OK， 一直有留意攝影旗艦嘅用家，仲有佢嘅震動摩打其實亦都唔弱，咁佢亦都有旗艦機嗰種嘅質感係精細。因為佢都好靜，所以我哋嘅收音咪應該 catch 唔到啦。但係佢體感係高級感嘅。其餘嘅機身硬件同埋配置，我哋亦都認真睇一次。咁佢嘅中框其實亦都係應用咗鋁合金嘅邊框，而佢機身嘅厚度同埋重量係去到 8.2mm 同埋 215.7g 嘅。咁加埋佢嘅大螢幕尺寸，其實呢部機上手嘅感覺係真係去到 Pro Max 或者係 Ultra 嘅嗰種嘅尺寸或者係體積重量嘅感覺。咁呢部機就冇做到特別薄同埋輕嘅體感，但係佢喺電池容量上面反而係去到6500mAh。咁呢個電池續航力我哋一陣間真係認真試一試，因為今次佢亦都喺呢部機上面其實係加咗一個 Snapdragon 8S Gen 4嘅處理器。呢款處理器如無意外應該係喺香港我哋買到，或者係我自己測試過嘅手機入面第一部配備咗呢個處理器晶片嘅手機。日常嘅操作嘅流暢度、靈敏度同埋甚至去到重度嘅打機體驗上面，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個萬元級手機嘅嗰種效果。哇，明顯呢啲特效係順暢咗嘅。咁佢喺呢一部機上面，佢可以做到呢一個最高畫質啦、最高解像度、120fps 啦、完美順滑嘅效果，呢個係驚喜嘅。而喺容量嘅配置上面，暫時喺拍片嘅呢一刻就未正式知道香港嘅售價啦。咁但係我哋真係有香港公布咗個價錢，會喺下面影片描述位置再list收翻俾大家去睇睇。咁但係目前我哋知道嘅呢，就係呢部機佢嘅價位會落喺性價比上面係好有殺傷力嘅 Poco X7，同埋係另外一部各方面嘅體驗其實都好近一部旗艦機嘅 Poco F7 Pro 之間。咁所以我哋都可以推測到呢部機嘅價位大概會落喺3000蚊以下啦，同埋2700蚊之上嘅。而最後喺硬件上面亦都值得補充，因為佢有 Snapdragon 8S Gen 4最新嘅處理器，佢係有支援到而家最新嘅 WiFi 7，雙卡雙待嘅 5G 亦都有嘅。咁喺 SIM 卡插槽呢度，佢有2張嘅實體 5G 卡嘅支援。屏下指紋掃描器亦都係齊全，佢係應用一個光學嘅 sensor， 而佢實際嘅速度同旗艦機亦都基本上做到對等嘅效果，一點即縮。
IP68 防塵防水亦都有嘅。OK， 咁講到佢嘅效能同埋功能上面，咁今次嘅 Snapdragon 8S Gen 4處理器，咁佢係擁有8個核心嘅架構，其中有1個超大核係 Cortex X4 嘅架構，而其餘嘅7個處理器都係 Cortex A720 架構，其實都係大核心嘅架構。咁佢純粹分咗有3個唔同嘅處理器頻率嘅 CPU clusters。實際效果出嚟嘅表現係點樣？咁我哋都有一個統一嘅 CPU Geekbench 6嘅多核心嘅測試。實際出嚟嘅效果其實佢已經對等做到 Snapdragon 8 Gen 3，即係上一代旗艦機嘅表現，純粹係唔同品牌可能有少少調校上面嘅差別。反而 GPU 嘅真係打機上嚟嘅表現，喺我哋嘅 3D Mark Wildlife Unlimited Stress Test 嘅壓力測試20分鐘嘅高壓測試入面，咁呢粒處理器實際出嚟嘅效能其實已經係同我哋嘅 Poco F7 Pro 上次試過 Snapdragon 8 Gen 3嘅效果，已經幾乎喺 CPU 同埋 GPU 上面都做到一個同級嘅表現。同埋呢部機佢亦都有液體散熱系統，咁亦都係做到嘢啦。咁佢嘅穩定度反而去到80%。最後仲有1個鐘嘅壓力測試，呢個係我哋直接連續跑4次嘅 Antutu Benchmark， 咁我哋實際測試出嚟嘅結果就大概有187萬，接近190萬嘅分數啦。咁每一次嘅測試係15分鐘，咁我哋連續跑4次就係啱啱好1個鐘嘅測試。呢個全面成個系統嘅跑分 Poco F7 嘅 S8S Gen 4處理器其實就做到大概 S8 Elite、Poco F7 Ultra 嘅平均值嘅80%啊，亦都其實已經係上一代 S8 Gen 3手機嘅水準啦。咁數字嘅測試我哋睇咗，反而喺實戰上面，咁我哋亦都用呢一隻原神可以開到最高嘅畫質去試一試60 FPS。好，原生出嚟效果，哇！咁佢嘅畫質校到最高清，同埋所有都係最高嘅畫質特效，仍然係好流暢。咁呢個係大驚喜嘅。呢個光線嘅運算係啦，校到最高畫質嘅時候係咁靚嘅。咁喺呢部機又要重複一次啦。咁喺呢個價位，佢可以出到呢個最高嘅畫質、最高嘅解像度。而特別喺呢個位置，我哋仲要再去仔細睇喺熒幕嘅左邊呢度拉出嚟有 Game Turbo， 喺呢度就再有2個選擇嘅。咁 Gaming Mode 就係正常嘅時候打機啦。咁而呢度仲有 Wild Boost 嘅狂暴引擎，佢就會再用智慧插幀嘅技術，再將我哋60 FPS 原神呢隻 game 嘅畫質提升咗去到120 FPS 嘅。OK， 上咗120。咁我肉眼其實係分辨到係好明顯嘅，咁而家畫面鏡頭之下應該就未有辦法去 showcase 到俾你哋睇啦。咁但係我肉眼或者係到時你哋自己去玩嘅時間，特別係你快速去喐你嘅鏡頭呢一類型嘅畫面嘅時間，同埋你再去放大少少嘅特效嘅時間啦，哇！明顯呢啲特效係順暢咗嘅，佢會比起60 FPS 會再流暢。咁佢喺呢一部機上面，佢可以做到呢一個最高畫質啦、最高解像度、120 FPS 啦、完美順滑嘅效果，呢個係驚喜嘅。而另外嘅呢個設定係 Super Resolution， 佢就會再將 1080p 嘅最高嘅解像度再去提升，其實去到 2K 嘅解像度。好啦，有冇分別咧？實際上，而家我靜2秒啊，俾你哋自己去睇下前後嘅對比。貌似係好輕微 sharp 咗少少嘅，但唔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反而咁，我自己會 prefer Smart Frame Rate 呢個智慧插幀嘅效果，佢就真係可以好明確咁令到你個畫面會更加流暢，同埋其實喐動得快嘅時間，你都唔會太在意好少少嘅要嚟到。OK， 翻到嚟有 AI 嘅功能 ，F7 上面自然都係全套擁有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循例總結一下，佢可以做到啲乜嘢，都係喺香港用翻 VPN 係可以全套 Gemini 嘅功能，佢內建咗啦。咁呢個 AI 其實佢係可以認知到畫面，問下佢呢度邊度，你知唔知道呢度邊度啊？咁呢個操作應該係常見嘅，因為係啦喺 IG 上面見到啲靚嘅地方，想知道邊度呢？咁而家可以用 AI 嘅大數據，佢會分析話翻俾我哋知。咁呢個答案亦都係啱嘅。咁呢度附近仲有冇咩其他嘅景點？佢呢個咧其實直接用咗 Google Map。咁然之後呢度其實佢係直接喺 Map 嗰度連動啦，可以再撳落去 exactly 睇翻個 location 喺邊一度。咁呢個係厲害嘅。咁可以幫我規劃下時間。咁呢個 AI 佢就再精確咁樣喺唔同嘅時間線上面呢收咗幾多點去邊度嘅，喺地圖上面呈現。OK， 今次就俾咗2個 option 我哋，一個就喺市中心搭公共交通工具去咗呢個目的地啦。咁然之後呢度佢就係一個，如果係揸車或者 Uber 嘅話，就係呢一個路線嘅，可以直接撳開 Google Maps 嗰度，可以再直接開埋導航添嘅。好啦，圖片嘅生成，咁而家呢個 AI 其實佢已經進化到，咁首先我哋加掣呢度可以再入自己影嘅相，咁我就直奔主題，我哋揀一張有我自己嘅相，咁難度都會最高，因為有人像嘅牽涉喺入邊。
咁我哋可以試下咁樣嘅，幫我將相嘅背景轉成日本京都，然之後係滿布紅色秋葉。OK， 佢就係咁樣。將我嘅人像放喺一個修道院嘅路中間，然之後兩側係紅色楓葉。Exactly 就係呢個畫面。咁而家 AI 好聰明，佢可以保留到我人像，但係佢係一個 AI 重新 render 過啦，咁所以你會見到佢有少少嘅變形，咁仲係一個未係完全好成熟，咁但係已經相信俾多幾個月時間佢啦，係啦。你亦都可以用呢個 AI 去轉畫風嘅，幫我將呢張相轉成日本動漫嘅畫風，加入櫻花同埋節日氣氛。如果我想要宮崎駿嘅畫風，今次我哋就獲得咗呢一個畫嘅。可能最後一個喺電話上面都有機會經常用到嘅 AI 操作，都係佢有 YouTube 影片嘅整合能力。呢個 AI 佢係有能力將我哋成條片嘅時間線，每一個 topic sentence 嘅重點可以喺呢度整合摘要，同時間有埋嗰個分秒嗰個時間俾你 click 過去。好啦，翻到嚟小米自家嘅 AI 功能，咁喺今次 Poco F7 上面，佢都係有支援到呢個即時嘅語言翻譯。我想問下今日嘅營業時間去到幾多點啊？今日は何時間営業しているのですか？好啦，呢個語言翻譯嘅功能，佢都係連咗去打電話 app， 咁所以打電話嘅時間都可以將我哋嘅語言翻譯去對方聽得明嘅語言，佢直接用小米把聲發聲，再將對方嘅語言翻譯去我哋嘅語言，都係透過小米去發聲。而關於語言翻譯嘅功能，原生嘅錄音 app 佢亦都已經係有支援到將錄音變成文字啦，然之後再將文字可以翻譯同埋整合摘要呢啲功能都係基本嘅。今次 Poco F7 真係性價比非常之高，因為佢打機表現係有驚喜嘅，咁同埋佢所有嘅 AI 功能亦都係全套齊全啦，亦都喺熒幕顯示效果有驚喜，同埋喺機身嘅做工同埋成個觀感質感上面都好似一個旗艦機，咁呢個非常之高嘅性價比。佢嘅語音變文字功能，佢可以同步，而家我一路講，佢一路已經即刻好快咁，即刻好似字幕咁彈出嚟，好似都唔使轉或者唔使諗嘅。咁你可以聯想到啦，咁就係可以咁樣再做一個錄音變文字啦，文字再整合摘要，然之後呢度其實可以再翻譯。然之後今次我就將我嘅中文轉成翻英文。OK，AI Writing 咁都係小米自家嘅文字編輯或者係整合嘅功能，咁佢都有文字文章嘅生成能力，生成一個電郵。查詢 Poco F7 今次性價比咁高，小米如何產生利潤？好，咁佢完整出咗成個完整嘅電郵格式。簡單直接喺冇用 VPN 嘅狀況，機身內建可以用到嘅一個文章整合同埋文章生成嘅功能。OK， 關於圖片嘅編輯嘅 AI 功能，咁仲有小米自家全套嘅 AI 圖片編輯功能。咁雖然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張 selfie， 但係當我呢個就係一個行人啦。咁因為後面 overlap 咗一個建築物，佢嘅 texture 係比較豐富嘅。咁我哋試下將呢個人物嘅位置移除。咁小米嘅 AI 運算都相當之唔錯嘅，其實。而佢嘅 AI 除咗有人物或者物件移除，仲有 expand， 呢個係 AI 嘅框圖。OK，before and after。好啦，而最後喺我哋睇佢另外一個最大嘅重點電池續航力嘅測試之前，咁都有佢嘅相機部分。咁如果唯一要喺 Poco F7 上面揾一個喺硬件上面未係真係佢最大特別嘅位置，就係相機位置。佢實際上硬件都有一個5000萬像素嘅主鏡頭，有支援光學防手震。相機嘅 sensor size 佢未去到而家旗艦機嘅尺寸水準，咁但係佢有1/1.95寸，都係一個 respectable 或者係可用嘅級別。一陣間我哋會認真試。同埋一個8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好啦，主鏡頭係可以做到 4K 30同埋 4K 60 FPS 嘅拍片，反而係明顯分別到呢部機同埋旗艦機嘅相機效果，佢係超廣角鏡，佢係最高做到 1080P 嘅拍攝。但係 anyway， 主鏡頭出咗嚟嘅 4K 片，佢嘅動態範圍啦，同埋防手震嘅效果都係有一個非常之高嘅可用度。Anyway， 最大重點都係佢實際出嚟影相嘅效果到底可唔可以呢？咁喺我嘅實際測試上面，咁都影咗唔少嘅相。喺日頭大背光嘅場景之下，其實見到小米係有將一啲比較先進嘅 AI 算法，同埋始終係 Snapdragon 8S Gen 4嘅新嘅相機 ISP 嘅幫助之下，佢係有一個比較積極嘅 HDR 效果。喺呢一類型複雜光源或者係雲層嘅細節比較多，係考起到佢嘅立體感同埋 HDR 嘅呈現嘅狀況之下，咁佢基本上都係可以做到高光雲層嘅細節 HDR 係有拉翻嚟嘅，將啲細節。而 Shadows 建築物嘅位置亦都係有足夠嘅光亮度。喺日拍嘅時間，其實呢部機嘅相機喺而家嘅 AI 嘅算法同埋喺 HDR 嘅幫助之下，其實就同旗艦機嘅效果未有一個真係好大嘅差距。咁有嘅差距，而我又留意到嘅，有機會係顏色嘅發色上面啦。咁 Poco F7 佢大致上動態範圍大嘅，但係佢 HDR 略微，我自己認為係人工嘅效果會比較出，同埋顏色未去到旗艦機嗰種通透嘅效果。
不過3000蚊內咁絕對係對得起佢價錢。甚至乎喺人像模式嘅時間，咁 Poco F7 嘅人像模式主要係用翻主鏡頭，佢可以做到1倍同埋2倍嘅視野。咁2倍都係實用嘅，咁係影人像大概50mm 左右嘅視野。咁佢嘅邊緣運算好似去到而家嘅側面輪廓剪影嘅頭髮絲同埋眼鏡邊框，其實今年嘅中價位，特別係呢一部性價比比較高嘅手機，其實已經係可以做到一個同旗艦機同級嘅邊緣運算嘅準確度。咁呢個係 impressive。而再到低光同埋夜景嘅影相，呢部機嘅主鏡頭 sensor size 就未去到頂級旗艦機，但係光學防手震同埋都係一啲算法嘅幫助之下，反而出到嚟嘅效果喺暗處嘅雜訊係唔係太多嘅，亦都唔明顯嘅。咁佢出咗嚟嘅顏色同埋光亮度啦，亦都係複雜光源、城市燈光嘅控制，亦都係做到一個比較高嘅水準。咁亦都喺絕大部分嘅市區拍攝嘅時間，其實呢一部機嘅主鏡頭亦都係的確做到一個可用度高，或者係同旗艦機嘅差距唔係太大。好啦，咁 Poco F7 嘅主鏡頭拍攝效果其實就有比想象中好嘅表現，咁佢嘅可用度都係高嘅。咁唯一係比較可惜，佢嘅相機系統始終未有遠焦鏡頭。咁我自己認為佢最可用嘅變焦距離都係去到大概3-4倍左右，再多嘅變焦都會有比較明顯嘅數碼變焦或者係數碼資訊損失嘅效果。咁所以 Poco F7 嘅效能、打機嘅表現、螢幕顯示效果同埋機身做工都係有驚喜嘅，而相機就對得起佢嘅價錢，真係對相機有比較高嘅追求。咁今年嘅 Poco F7，特別係 F7 Ultra， 咁佢嘅價位稍微會再高一啲，咁但係佢嘅相機系統就會再更加健全嘅一個 package。特別咧，可能佢作為你未必係你唯一嘅嗰部手機，反而係你用嚟打機或者係想有一個電池續航力比較長嘅後備機或者係第二部嘅手機。係啦，佢嘅電池續航力上面，咁今次佢係有6500mAh 嘅超大電，循例做翻一個一半螢幕光亮度，用一半螢幕光亮度播1個鐘嘅 YouTube 影片，睇1個鐘嘅 IG 或者係 Facebook 嘅操作，同埋有1個鐘嘅 League of Legends Wild Rift，咁綜合3個鐘嘅打機同埋多媒體嘅應用。Poco F7 嘅水準出咗嚟，大概同小米15 Ultra 相近嘅，咁但係15 Ultra 嘅電係細過 F7 嘅，而但係有一個3nm 嘅晶片，而 F7 嘅續航力反而就真係大電咧會反映咗喺續航力嘅，咁佢會比 F7 Ultra 同埋 F7 Pro 係會再上咗一級，但係同一時間我哋留意到，其實有啲用3nm Snapdragon 8 Elite 嘅旗艦機都係5000電啦，咁但係做到同級嘅效果。咁所以 Poco 或者小米嘅電控上面，其實可以再落一啲功夫，善用佢嘅大電啦，可以再更加長嘅續航力嘅。但係無論如何，按比例計，用到13個鐘嘅 Screen On Time 都係而家真係數一數二比較長嘅續航力嘅。好啦，而建基喺呢一個嘅電池續航力數字之上，佢係再有支援到90W嘅快速叉電，而佢係原生跟機係有埋呢個90W嘅快速叉電火牛。咁所以去到最後，咁今次 Poco F7 佢嘅完整性同埋全方面嘅表現，作為一部性價比導向嘅手機，我自己啦對於佢嘅相機都未必係最大嘅苛刻嘅要求，反而 Poco F7 就有機會變成今年我自己認為性價比或者係配置實際出嚟嘅效果平衡得有機會真係最好嘅一部性價比手機，你會喺大概2800或者 under 3000蚊呢一個價位獲得到頂級嘅大螢幕窄邊框同埋頂級嘅螢幕顯示效果，未必去到絕對超旗艦等級，但係都去到基本旗艦機嘅金屬邊框、雙玻璃面板嘅機身做工，成個機身嘅設計佢都係大方低調，同時間又有一啲型格嘅位置，主要係成套嘅硬件 WiFi 7雙卡雙待 5G 同埋 IP68嘅防水雙喇叭配置，6500mAh嘅超大電，而佢實際係 deliver 到一個長嘅續航力，實際嘅效能發揮同埋打機嘅表現都係最驚豔嘅位置，竟然就係一個 under 3000蚊嘅手機，其實實際上係 deliver 到同而家幾乎有萬元級旗艦手機嘅流暢打機嘅表現。咁如果上次2500蚊嘅 Poco X7 係可以幾乎挑戰到萬元旗艦機，或者係某一啲方面挑戰到萬元旗艦機嘅話，咁今次 Poco F7 under 3000蚊呢個價位，除咗相機之外，佢就全方面係可以挑戰或者係持平到而家萬元級旗艦機嘅表現。